接着，我们要进行生平介绍以及家属代表怀念的环节。我们现在要礼请我们家属代表，由我们玉莲老师的儿子钟一先生来进行致辞。各位长辈大家好，真的很感谢大家今天有机会来跟我妈见最后一面。那我想也跟着她生活了50年，我应该可以稍微介绍她一下哈。我觉得我老母怎么说呢？她一辈子就是，我觉得这个标题还蛮好的，就是她活成一个爱与承担的人。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老母从一生的一些简单的历史。我老母其实是校长演讲哈，她的新竹人哦，所以我妈这次其实数长也会选在新竹。那她淡江数学系毕业，那个年代她当然是家里应该是最会念书的人。然后后来工作一段时间也念了清华硕士班。那她在民国60年到62年的时候，在新竹的广福高中，后来才到了彰化高中。那他下一段人生的重大转变，当然就是他的婚姻。后面会跟大家讲说，他这个婚姻带来他什么影响。那我作为这个影响的结果，好是坏不知道。总之，这是一个他人生很巨大的变化。那我妈结婚以后，当然我妈其实是先搬来新竹才结婚的，先搬来彰化才结婚的。然后呢，她在民国64年的时候我出生，然后民国66年的时候我妹出生。那我妈一直工作到民国91年的时候从彰中退休。那退休之后，她过了一段相当 happy 的日子。那但很不幸的是，在去年的年末实验出了癌症。那很快的，在今年的4月8号，我妈就离开了人间。为什么说这个婚姻对她影响很大？我妈来彰化的时候，她之前不是在光复高中吗？她那个时候是在私立高中，一个月的薪水是12000台币。那个年代的12000台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万。可是因为我妈不信真爱，所以她就决定跟着我爸来了彰化。然后来了彰化呢，一个月的薪水从12000块变成2000块，所以从7万多变成1万多。我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所以她就是一个在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我妈的轨迹都是这样。她只问这件事情该不该做，她不会去计较代价，不会计较这件事情值不值得。她一旦相信，觉得她的使命，她应该做的，我妈就是会毫无疑问的扛下来。那从12000变2000，当然很辛苦啊。所以我妈呢是一个求生能力很强的人，她白天教书，她晚上家教。我妈那个年代其实是彰化区的名师，就是到处去帮彰化区首富巴拉巴的，到处去帮人家教课。她教了很多都是非常有钱的。我妈很早期就靠着这个，把家里很多的经济其实一肩扛下来。那个年代老师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。好，那我爸那时候2000，他更早的时候只有500。没有我妈呢，其实当然我爸后来也会赚钱，我没有讲到，不是只有我妈啦。但是你知道，婚姻中你的风雨通常都是另一半带来。那我们家大概在我小的时候，其实家里发生了很重大的变故。那个时候我爸其实一直也非常消沉。我爸其实就是夜不归营。我那时候小时候其实真的非常辛苦，我家是2层楼的建筑。我们还坐在楼梯上那边哭，因为我爸没有回家。半夜我爸在外面打麻将，我爸都是2、3点才回家。我妈那边哭得一塌糊涂。夫妻俩当然就会有争执嘛。可是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妈还是一肩扛下来整个家的维持。我爸那时候正在消沉的时候，我妈还是一肩把家里扛起来。那消沉是消沉，我爸是消沉了一段很短的时间。后来呢，台湾经济起飞了，股市起飞，我爸那时候非常的 happy，好不好？那个年代我永远都记得，我小的时候长辈都跟我说：“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只要看到股市那个指数有跳一下，就是你爸在进出。”那年代我们多么的风光！那个时候我们家在想的都是买游艇，不是在买车。我们那时候家里想的是买游艇。可是坦白说很幸运，这个财富没有维持太久。因为各位亲友们如果有认识我都知道，我这么爱花钱，如果那个一直维持到今天，我一定是很可怕的人。但很幸运，我们这个财富没有维持太久。但是这个
后面有看到我妈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家撑起来，是 happy 了一段几年的时间，遇到了国外农事件，我们家整个家庭就崩掉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也还是印象非常清楚，我人在台湾，因为那时候一男是不能出国的。我虽然那时候只有国中，全家都在日本，然后国外农事件爆发，股市无量下跌，那时候哪有手机啊？我爸妈他们在日本急得一塌糊涂，不能远端下单啊，而且那种无量下跌，你根本也卖不掉，全家所有财产一夜之间真的是归零，真的负债。然后我妈这个时候又跳出来了，就是又一肩扛起来整个家里所有的收入。哦，坦白说，一直到她过世前，她应该都，当然我独立以后那是一回事啦，一般过世前。我妈应该都还是相当于我们家相当大一块财务的主要支撑，她就一肩把它扛起来。这就是我很典型的我老妈。各位亲友如果认识我妈的，应该对这件事情不意外。那我妈是一个家族观念很重的人哦。我对我妈来讲，扛起家族是她不会问第二句就不扛起来的事情。那在我大概国小5年级的时候，我妈的娘家那边也有一些比较辛苦的时候。那我妈问都没问，就把我的大表姐、二表姐、我表哥，就是刚刚其实代表我们家接受球衣的是我表哥，现在非常优秀，在台积电。那时候他就把他们3个人接过来讲话，哦，吃喝拉撒学费、生活费，我妈就扛下来。对我妈来讲，照顾家人是不用问第二句话。那也这里跟大家分享，其实你总是要珍惜人生的时光。我特别挑这张照片是有原因的。这张照片上有3个人在这个时间，哦，从年轻的到老的，已经有3个人在这个时间。总之，你就是要珍惜人生的每一刻。接下来讲到我了，哦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妈就是我的老母基金会。因为这很简单，就是我人生大概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。其实我看起来好像念了硕士，念了 MBA，工作也都很好，但我其实不知道人生要做什么。我就当你的生命目标，我就一直花钱，花东西也没有多奢华，但就一直花。可是比我的薪水多，怎么办？这边有东西叫老母基金会。老母每个月都要跟我讲说，你又给我花那么多，我没有钱，我付不起。你什么时候才能独立？但是他们抱怨我，会抱怨啊，抱怨完，我妈还是总是帮我把账单付清了。一直到我开公司以后，我终于比较成熟一点点，所以开始学习财务独立自主，因为开始要自己管钱。不然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妈大概扛了我大概42、43岁创业。换句话说，我妈扛了43年，但是我老母说起来真是辛苦她了。那对我妈来，我刚刚讲过，对我妈来讲，家族永远是她非常重视的一块。那我妹在1999年想要去美国念兽医，那我妈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我妈就让她去美国念。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妹那个时候1年的学费加生活费大概在200到300万一年。那我妈大概扛了，从1999年扛到2006年。我妈没有多说什么，就是一路这样扛回来，到我妹学成归国。那可是你知道，好日子不长久。到了2009年，我决定离开工研院。我觉得在工研院到底了。换我想出国了，我妈又扛起来了。而我念的学校相当的贵，我妈又扛起来了。所以对我妈来讲，她就陪下一代，她是一样，她没有在问说这件事情值不值，她觉得这是她的子女，她就是一肩把她扛起来。这就是典型的我老母。那很幸运的是，在他人生的下半场，这些亲朋好友，我在2013年的时候，我硬逼着我妈跟我爸，我就先帮他报名了，不要管，你们就给我去骑脚踏车环岛，开始了我妈的运动人生。对，那应该是他们第一次环岛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我爸跟我妈他们就是去环岛，认识了铁马家庭，认识了宝哥。后来之后，他们台湾又绕了3次，然后甚至到了我妈跟我爸去了日本，去了大陆。有时候我爸有去，有时候我爸没有去，但总之我妈就全界到处骑。事实上，甚至到了他过世前，他刚从日本4国骑脚车回来。那右边那一张就是我们家人，那有我妈太平，我爸张贵富跟我。那对我妈来说，我们家还有一个蛮有特性
蛮有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对我们家来说，曾经跟我们家有互动的人，我妈都把他当自己家族的一份子，不管关系中间怎么变化，从崇明、文山，这是以前我妈的学生，但是像我阿公过世的时候，是我爸指定崇明，我没有记错，崇明是跟着我们家一起去我阿公的火化，哦，对我们来讲，那就跟家族是一样的。那我这边凯平，虽然我跟凯平的关系各种千变万化，但是呢，对我妈来讲，凯平永远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哦，那是不会改变的，不管关系怎么改变。好，那对张贵妇来说，顺安一直到今天，顺安一直也都把自己当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这就是我妈。那也很感谢的张忠篮球队一路的陪伴着我爸妈，一直走到现在。那运动的过程当中呢，儿子在2018年决定自己开公司，然后开公司前面几年很辛苦，后面开始做充电，我现在做一个充电的公司。那在2023年，我跟各位分享，2023年我们公司要开第一个站，但是我们辛苦很久要开第一个站。我们公司管财务的副总秀良也在现场，他比谁都清楚。那个时候，坦白说，我们开站前3天，没有一个礼拜哦，3天，我们公司的现金烧光了。可是我的站3天后就要开了，怎么办？那死定了。这时候老母基金会又从天而降，帮我们把第一个站开起来，一直到今天，在老母的扶持下，当然我也自立了哈。那我们现在大概是台湾第10大，就是说这个儿子颓废了大概50年，现在终于有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出来。那儿子稍微成功一点点了，可是人生又有变化了。在去年，我妈验出癌症，啊，那开始化疗，其实一化疗，我妈就躺平。坦白说，一化疗我妈就躺平，就是那她没有撑住那个化疗，就一直昏迷。然后昏迷中后来醒来，那因为化疗停了，我妈醒来以后就跟我交代了，就其实交代了一句话，就是说她一定要撑过去，她要亲眼看到我成功。那不幸的是，其实我们公司大概今年会有很好的发展，但是我就是晚了一步，来不及在我妈来看到的时候呈现给她。那我妈很努力，因为她想为儿子撑下来，但是总之很不幸的是，人生不如意嘛，她没有撑下来。那大概在今年的4月8号，其实真的是非常快。我跟各位讲的不太一样，我其实很高兴我妈走，为什么？我妈人前都笑嘻嘻，可是在家里一个人的时候，她是被痛醒，痛到流眼泪，因为癌细胞已经开始吃她的骨头，她是每天晚上被痛醒，所以你说我妈走，我很难过。其实我比大家想的高兴，因为我不愿意看到她受苦，她受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她对家人的爱是持续的，就是说，除了说她过世，刚刚各位看到她捐赠给张忠一笔钱之外，对她来说，家人因为她放不下的牵挂，所以她永远想的就是长期以来照顾我们家的我三阿姨、那个美容阿姨，还有我的小叔，她也都会想说，她怎么样在是用他可以的方式去对他们表达感谢，怎么样去支持他们，让他们未来也可以过得平稳。因为对我妈来讲，家人的平安，她是她就算是过世了，她也放不下的一个责任。好，那很典型的我妈了。那我这里用一个标题是杨绛的，叫做《我们仨走上》，那是杨绛在怀念她的过世的女儿跟丈夫。那对我们家也是一样，就是说那我老母就从原来的照片，现在就是缺了一角。那我也其实也把我爸爸刷大，因为我觉得我作为儿子，我其实在旁边我看得非常清楚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我要分享一下我阿公跟我阿妈的故事。我阿妈先过世，我阿妈过世以后，我阿公的身体状况就急转直下，大概一年左右就走了。这就是我现在看到我爸的状况。从我妈4月8号过世到现在，我爸到现在都没有睡过，所以比如说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所以我心里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但是，
我就是为我们杀手，我觉得会再发生，而且我觉得好好珍惜大家能相聚的时候。那这上面就是我妈生前特别指定，今天她还特别指定，今天从头到尾就是放李叔同大师的《送别》这首歌的各种不同版本。啊，我特别挑了一下这里面几个关键的句子哈，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那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我觉得这就是我妈想传达给大家的讯息。那今天很感谢各位长辈们能来陪我妈走人生的最后一段。当我最后，我们其实会邀请大家，如果有想要对我妈说什么的，我们都欢迎。那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。那接下来我们其实也就是希望各位长辈们来，各位亲朋好友们、长辈们来讲一下对我妈的怀念。那首先呢，我想邀请我的表哥，有代表他们家族林家家族来简单讲一下他对我妈的一些怀念。